既有嘅模式要變，否則你咧就會喺嗰個情緒唔好、行為唔好、思想唔好嘅死循環入邊。歡迎又嚟到吹咩930，我係 Catman 鐘啊！咁今日咧想同各位抑鬱或者焦慮嘅朋友咧分享一個更可行嘅方法。上次咧我哋已經 share 咗呢個叫做抑鬱啊點樣治療啊，即係點樣幫自己。就如果你冇睇過，可以睇翻呢個 YouTube 啊。喺呢個睇完呢個之後，今日想介紹一個就係好多臨床心理學家都會常用到嘅治療方法，就係叫做認知行為治療。喺今集咧，你學識咗呢個認知行為治療咧，你就可以透過自我調整、自我學習咧，就完全修正你抑鬱或者焦慮嘅問題。咁認知行為治療咧，有一個核心嘅重點嘅，就係佢認為我哋嘅認知，即係我哋嘅思想同埋我哋嘅行為以及我哋嘅情緒，係三者咧係聯繫埋一齊嘅。亦即係話，只要改變其中一樣，例如改變我哋嘅思想咧，我哋嘅行為同埋情緒會跟住改變。同樣，如果我哋改變我哋嘅情緒咧，我哋嘅行為同思想都會有所改變。所以咧，成個認知行為治療咧，其實就有以下呢幾步嘅。第一步就係咧，要識別呢個叫做扭曲咗嘅思想或者唔現實嘅思想。二咧就係挑戰或者更新改變呢個被扭曲或者負面嘅思想。三咧就係以呢個實際嘅行動去激活翻一個新嘅反應。四咧就係甚至可以發展一個能力啊，去解決呢個問題。而五咧就係監察同埋記錄你嗰個思想行為嗰個變化。六咧就係我加嘅，係一個叫做自我催眠，咁咧係幫助你咧就預防呢個復發同埋維持住呢個改變，同埋改變得更快更好。接下來嘅時間咧，我就會逐步去針對抑鬱或者焦慮點樣做法嘅。第一，識別扭曲嘅思想。咩叫扭曲思想咧？例如好多人抑鬱啦，就係唔開心啊、低落低沉啊、好冇 mood 啊；而焦慮就係好驚、好擔心、好緊張啊。以呢個焦慮為例啦，譬如佢一個人話焦慮，咁佢咩時候最焦慮咧？就原來聽日要做一個 presentation 好焦慮啦。咁呢個 presentation 好焦慮，咁佢就要去留意佢呢個焦慮係嚟自咩想法。例如佢話佢可能會諗話我會講錯嘢嘅，我會漏口㗎，我會講啲嘢而對方唔欣賞，或者我努力咗而啲人唔聽嘅。呢個就係佢嘅思想啦，即係佢諗呢樣嘢。因為呢個思想呢個認知咧，就會推動佢一個擔心、驚、緊張嘅行為嘅反應啊！即係例如擔心就係驚未來嘅發展係如何啊嘛？呢個就識別咗啦，識別呢個思想出嚟先首先，然後佢要睇自己，發現到呢個思想啦，就要記低佢。記低咗呢個思想之後咧，佢就可以去挑戰啦，就係話其實呢個思想係咪真嘅咧？例如呢個思想係咪真係完全貼近現實嘅咧？咁一個方法係咩咧？就係話你有冇講嘢唔漏口啊？有冇試過係講嘢啲人係聽㗎啦？係咪真係你講嘅時候，你以前10次 presentation 有幾多次啲人真係唔聽啊？然後你就會有一個新嘅思想去挑戰到舊嘅思想，然後咧就咧喺同一張紙上面就寫翻個新嘅思想落去。好啦，接下來咧就要有一個叫新嘅行為啦。以抑鬱為例啦。好多人咧就係話，因為佢好冇 mood 啊，佢會留喺屋企啊。當佢好抑鬱嘅時候咧，最唔想做嘅就係出街啊、面對人啊，任何事都唔想做。但係呢個行為就會助長咗佢嗰個負面情緒啊，佢會喺一個陰霾入邊。咁所以咧，臨床心理學家咧呢個時候咧就會鼓勵啲人去做一樣新嘅嘢，例如你唔出街咪去出街咯，1分鐘都好，2分鐘都好，去散步啊、做運動呢啲係真係會 work 嘅，因為你個行為改變咗，你嘅情緒啊、你嘅狀態會有所改變。你嘅行為係一樣容易控制，其實行為係的而且確比你嘅情緒更易控制嘅。所以咧喺行為着手咧，用行為。即係用一個容易控制嘅行為去改變一個難控制嘅情緒，係一個可行方法。所以咧，你唔想做你要喐啦，真係
即係你依家因為抑鬱而做緊嘅嗰堆嘢要變，因為焦慮而既有嘅模式要變，否則你咧就會喺嗰個情緒唔好、行為唔好、思想唔好嘅死循環入邊。咁啱講到啦，第一就係你嘅思想要挑戰佢啦，我哋要有一個唔係唔理呢個思想，係重新審視呢個思想係咪堅嘅，有冇更正面、更貼近現實嘅思想去取代舊嘅思想。二就係有個新嘅行為去改變你現有嘅模式。接下來更積極㗎啦，就係發展一個能力，即係譬如話，我擔心我演講冇人聽喎，我覺得我做得唔好啊，會漏口或者講嘢冇吸引力喎，咁點啊？學咯，你會發展一個新嘅能力，或者喺既有能力嗰度再發展落去，讓到你有一個新嘅表現。然後呢個表現又會因為有個行動啊嘛，你嘅思想同行為會 base on 你嘅經驗而有所改變。最後咧就係建議大家真係做呢個自我催眠。咁自我催眠咧其實最主要咧就有兩個功用嘅。第一就係發泄釋放走你嘅負面情緒，呢個 YouTube 幫到你。第二咧就係你可以為自己攞一個正面嘅暗示啊，例如剛才係咪同你講，你可以用呢個叫做新嘅思想取代舊嘅思想嘅。咁如果你表意識寫咗喺張紙度，其實唔夠嘅。呢個就係好多人咧睇呢個叫做臨床心理學家都未必有好大效果，就係因為佢表意識做咗嘢，潛意識冇做啊。所以咧呢個 YouTube 你真係要學習呢個自我催眠，就係自己催眠自己，然後將個正面暗示放喺你潛意識入邊。呢個 YouTube 幫到你。我成個免費嘅催眠課程有成11集嘅，你可以慢慢睇晒佢。而呢個係針對自我催眠嘅，你睇下呢個先。再總結翻啦嚇，揾你嘅負面思想出嚟，並且諗一個新嘅思想取代舊嘅思想，並且你有一個行為，呢個行為同你以前係唔一樣嘅。更積極嘅就係可能 take course 或者透過學習去發展一個能力去解決你而家面對嘅問題，可能係人際啊，或者演講啊，或者工作壓力等等啦。接下來就係做自我催眠。我要叮囑一點就係咧，改變咧唔能夠一步就到嘅，即係改變係要時間。你需要呢個過程咧係因人而異，有啲人咧好快攞到效果，有啲人咧會比較漫長。以下呢幾步咧，要不斷咁樣重複去做，不斷揾你嘅負面出嚟，然後記低佢，然後去挑戰佢，去有新嘅行為，咁你咧就能夠走出呢個抑鬱同埋焦慮嗰個陰影。希望呢個 YouTube 咧能夠為你帶嚟一絲光明。咁如果你唔想慢慢咁好咧，想快啲好咧，我哋提供15分鐘免費諮詢，3次搞掂你嘅問題。當然，你亦都可以選擇透過自己嘅奮鬥，逐步用到呢個認知行為治療去解決佢嘅。仲有某啲時候咧，因為我哋啲客咧揾得我哋咧，好多都係睇完呢個叫做臨床心理學家唔會揾我哋。咁我想同你講埋點解，因為某啲情況咧，認知行為治療咧其實都有佢嘅弱點。第一個弱點就係佢要揾一個思想出嚟，但係佢嘅思想係咪真嘅咧？佢會唔會揾到一個叫做表意識嘅負面思想，但係潛意識嘅負面思想揾唔到咧？容許我分享一個例子，呢個係一個有腸胃問題，佢個問題不斷咁嘔啊，有食嘢同冇食嘢都嘔。然後咧佢睇咗2個臨床心理學家，佢係咁寫嘅：6年前我嘔吐，先睇咗呢個急症同埋腸胃科，做咗好多檢查，終於送到精神科，亦都睇咗2個心理學家。每個月我都嘔，體重亦都暴跌。心理學家咧就話咧，我係害怕食物。呢個就係佢哋嘗試揾嗰個思想出嚟咯。精神科醫生咧就俾咗藥我食，咁我食咗藥咧就能夠食飯、瞓得到覺。精神科醫生咧就叫我 live with the 病啊，即係同個病一齊生存。而心理學家咧就質疑我患上厭食症，而 Catman 咧就告訴我你好返啦。如果我一直冇揾一個啱嘅治療咧，我總共迷失咗6年。完成催眠治療，我好有信心咁樣將啲精神科藥掉晒落垃圾桶。6年抗戰勝利 ，Catman 多謝你。咁其實就係點解佢睇2個臨床心理學家都唔 work 而睇催眠就搞掂咗佢6年嚟嘅問題咧？其實佢之所以嘔係因為佢咧潛意識入邊咧想
懲罰身邊嘅人，因為佢有一個經歷咧，就係佢嗰個父親啊，喺佢大學嘅時候咧，有精神病，之後咧佢咧就又要讀大學，又要處理佢父親嘅問題，好辛苦。接下來佢父親好返啦，其實應該係未復發。咁咧，佢而家就已經係成人啦，做緊嘢啦，就變相佢去病，佢去偶爾要身邊嘅人照顧翻佢。但呢個係潛意識入邊嘅程式嚟嘅，所以咧佢睇精神科醫生啊、臨床心理學家啊做呢個認知行為治療嘅時候咧，佢都唔能夠講出就係佢有咩扭曲思想，以致佢嘔。佢嘅問題就係我都唔知點解嘔，我就係嘔咯，但係我唔知點解嘔。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認知行為治療咧就未必完全發揮作用。所以我嘅建議就係，如果你真係有抑鬱同焦慮咧，你跟住呢個 YouTube 先做呢個認知行為治療先。心理學家佢都係同你做呢啲嘢噶。然後你做咗呢個反應唔大啦，或者冇改善啦，你就可以揾我哋做呢個免費嘅15分鐘諮詢啦。或者你唔想等啦，你想馬上好返啦，你都可以選擇揾我哋先嘅。我好希望咧呢個認知行為治療嘅方法幫到你，同埋亦都希望你真係認真去試去做啊！因為改變係在於行動啊，同埋你做呢樣嘢係唔使成本嘅，你做咗先啦。如果呢個 YouTube 真係幫得到你咧，希望你留言話翻俾我聽，讓我知道我做呢件事係有價值嘅。仲有你嘅讚好，同埋真係唔好吝嗇你嘅讚好，你嘅讚好係會影響到 YouTube 嘅演算法。以至呢個 YouTube 咧能夠幫到更多有抑鬱焦慮嘅人嘅。我下個 YouTube 仲會分享多啲叫做自我治療嘅方法，針對呢個抑鬱焦慮嘅。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